这位女选手原始生活至今最强悍，男观众们要小心保持镇定。波妞名副其实，不仅硬件强大，身体素质也十分杰出。当其他男选手战斗时，他淡定站在一旁，仿佛观看猴戏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一位长期隐藏的钓鱼高手，在荒漠旁的水坑中孜孜不倦，独立养活2个大汉。此次节目来到非洲东部，面对无垠的沙漠，首位亮相的是巨无霸选手波妞，大家对他的实力深感认可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这次竟然有2位男选手，或许是为了匹配波妞的强度，这个安排显得十分贴心。第一位男选手强哥是一位退伍军人和宇航员，身体素质和压枪技术不言而喻。第2位选手威哥是一位曾踩过缝纫机的狠人，平时热衷健身，一身肌肉给人安全感。嘉宾阵容硬核，2位男选手初次见面，相互打量，武器展示环节让双方有些尴尬。好言要给波妞上强度，波妞的出现吸引了他们的目光，3人初次见面便友好拥抱。随后他们背上背包，开始了正式的挑战，每人携带一项求生工具。波妞选择了鱼线和鱼钩，威哥带着开山刀，而强哥携带金箍牌、打火棒，还有一口锅。非洲的天气像个天然火炉，挑战人类生理极限。地图标明水源位置，算是节目组的良心之举。他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河边，以免脱水、失群和秃鹫的威胁。太阳将地面烤成铁板，高温使得他们只能走走停停。第1天就令3人备受折磨，但为了奖金，他们只能咬牙坚持。一路虽有困难，但也是充满挑战。到达一半，他们准备喝水，铁锅派上了用场。强哥急不可耐地喝了口，结果直接吐血。威哥也跟着喝，结果也跪了。波妞看傻眼，这卧龙凤雏是怎么了？他们尽管苦苦支撑，但强哥恢复过来后开始协助烧火，威哥却依然昏迷。夜幕降临，猎狗出现在营地周围，但被荆棘阻挡。第2天，他们决定出发打猎。强哥准备好火，波妞手把手教威哥钓鱼，威哥学得很快，迅速钓上第1条鱼，展现出钓鱼高手的潜质。尽管经历了艰苦的第1天，但接下来的日子变得轻松愉快，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。夜幕降临，威哥在团队中突发胃病，让整个氛围变得沉闷。虽然威哥努力挺过了夜晚，但天亮后他依然没有好转。曾经以秃顶的坚韧性格为人称道的威哥，竟然陷入了失败的境地。心情低落的威哥在独自冷静片刻后，最终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，退出比赛。波妞对这位徒弟感到不舍，他眼中的威哥一直是个优秀的钓鱼高手。威哥离开后，现在留下的是波妞和强哥的2人世界。生存对他们来说并非太大的难题，只要他们保持冷静，不被外界的波澜所迷惑。波妞仍然是战神，按照他的习惯继续外出钓鱼，而强哥则负责在家烧火做饭，处理后勤事务。波妞时不时能在周围找到一些野果，而强哥似乎相对闲散，甚至在营地泡起了泥巴浴。然而波妞并未对此感到介意，反而依然慷慨地分享食物。夜幕降临，一群非洲象走进他们的营地，强哥吓得目瞪口呆，而他们的庇护所显然不足以应对大象的威胁。幸运的是，大象并未对他们产生兴趣，他们安然度过了这个夜晚。白天，2人再度携手出门钓鱼，然而这一次鱼钩竟然被咬断，让波妞心情颇为失落。强哥却似乎更为闲散，居然在一边泡澡，使得2人只能空手而归。回到庇护所后，波妞越想越气，没有想到强哥这么懒散，他开始怀疑他是队友还是个养的宠物。强哥对此也感到愧疚，于是在第8天主动承担了外出的职责。波妞则专心在营地制作草鞋。强哥在树上找到了许多野果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将果子蒸了一遍，然而这些果子成为他们唯一的食物来源。波妞依然每天在水边守株待兔，但一条鱼也没有抓到。强哥认为他们只能乖乖吃果子了，这成了维持生计的唯一办法。2人再次不欢而散，一切就这样凑合到了第13天。天空忽然下起了暴雨，雨水给予他们难得的清凉，波妞欣喜不已。然而他们迅速意识到火堆有被淋灭的风险，趁雨势不大，他们匆忙地寻找更多柴火。波妞的心情由喜转为担忧，她开始考虑用植物中的毒素来钓鱼。这个想法有些异想天开，但也许是因为久处荒野，他们的思维变得越发奇特。而强哥则继续制作捕鱼工具，试图找到新的方法。在河边，波妞偶遇了河马，一个脾气暴躁的动物。面对河马，波妞只能采取退避的策略，因为这个时候继续钓鱼显然不是个好主意。时光匆匆，2人坚持了20天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大雨再次降临。波妞觉得自己已经麻木，回想起最初的信心满满，如今却是凄凉无比。2人只能蜷缩在火堆旁，火堆成为他们唯一的生存希望。半夜，雨停了，
但两人已经被冻得够呛。波妞开始后悔为什么要来这个鬼地方。太阳缓缓升起，这一天是他们的最后一天，他们必须在天黑之前抵达撤离点。路途虽然不远，但野生动物仍然构成潜在威胁。他们绕过象群，避开花苞的领地，小心翼翼地前行，成功挑战自我。波妞成为历史上最强的女选手，这是对她和强哥的胜利最诚挚的祝贺。